我是美少。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哦，邀请到 Acorn Pacific Ventures 的 General Partner 谢忠高。Peter 是同时在企业界跟投资界都资历非常深的一个跨境投资家。Hello Peter。Hello， 早安呀，美少你好，大家好。那如果大家有在 follow 我们这个节目哦，其实 Peter 上一次接受我访问是愚人节，4月1号哦。他说是愚人节是他入行的纪念日哦，所以我们今天当然是主要是借由这个机会哦，因为 TechCrunch 新创的盛事嘛，那我跟 Peter 是去年在旧金山有参加 TechCrunch， 今年我们要聊一聊两边的不同啊。那 before 这个问题之前啊，我要问一下 Peter 这几个小问题哦，因为 Peter 上一次叫我们大家要自省，居家第一期要自省哦，我想反问 Peter 就是。你这个愚人节入行到现在哦，这段时间你自省到了什么心得？这个是好问题啊，我觉得我可能越来越笨了。这个每一天你看 news 都有一些新的事情发生，然后这个股票市场的 performance 也跟你理解的都完全不一样。真的耶。所以说我很努力的读了蛮多的书，好，那有些读得懂，有些读不懂。不过我觉得。一直在去思考的就是自己在这一整个变化当中自己的 value 是什么，那自己在哪边可以发展出自己的一个蓝海出来。那Peter 另外一个小问题哦，你看我们现在都在线上，我们每次都空中相会哦，那你现在跟这些 startup 初创公司是不是也是线上 meeting？那你对于一些只有在线上出现的团队或者是人，你会真的投吗？还是你这段时间的 practice 是怎么样？我说实话，这段时间看比较多了。你真的要我投的话，我还是不敢。原因很简单，很简单。我们待会也许会谈到。你仔细去想 ，Google 大概是1998年左右成立的。好，那么因此呢，它是 go through 这个 hype， 然后再下来的一个公司，然后在04年上市。你再去看 Facebook 是04年左右成立的公司，那个时候有 Friendster 啊、LinkedIn 这些公司成立，然后后来 Facebook 变得很伟大。但是在我个人比较不知道，在2000年、2001年左右开始的公司会长什么样子。所以说，在这一整个这个大的 cycle 来说的话 ，COVID-19 还有这个世界贸易的这些压力哈。肯定是让这个东西走到一个 down cycle， 不然的话 Fed 也不会2-3年，前天就讲这个不是要3年的，对，那就表示他对整个经济的 cycle 有一个看法。那这个看法我们自己脑袋里头要去映射到它到底是2000年还是2008年，其实我给大家很大的暗示，我的想法。那因此在这个时候到底你是要去看 very seed、early stage 还是刚拿 Series A 还是 Series B、C， 我想结果这个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哦，这个礼拜 TechCrunch 在旧金山，其实现在全部是线上嘛。那我不知道你觉得这次 TechCrunch 大家说是新创界的盛事，你有看到什么不一样的新东西吗？首先我们要界定，我觉得 TechCrunch 的公司大概都是，第一个你要能 afford 到 TechCrunch， 可能either是 government sponsor 或者是这个自己公司有一定成就。可是多半的公司大概都是在10几20个人左右，那可能 Series A 都还没有拿到，所以我会把它界定在比较早期的公司。好，那并不是一个这个 Series A 到 B 或 Series B 到 C 的公司，因此我们先把 TechCrunch 讲，它是一个比较早期的公司。那么再来的话就是 TechCrunch 今年参加的公司大部分都是，我想你应该也看得到，大部分都是 international 来的公司，而美国 local 的公司比较少。对。所以这样子的话，就表示说它反映出来的是一个比较 global 上面的一些 perspective。但是我们说这个世界是平的，这个世界的资讯交流很丰富。可是你说实话，看到这些公司有很多，你在美国已经看到类似的公司，但是他们来还是前仆后继，甚至有一些概念是比较晚，已经是 late to the game 啊。那因此在这样的话，我是觉得今年的 TechCrunch 我其实很努力的看，但是抱歉，真的有一点点失望哈。尤其我觉得重要的是这样子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读过一本书叫做 Machine Platform Crowd， 我不知道在上次的谈话里头我们有没有 touch 到这本书。这本书我觉得是很重要的。Machine Platform 基本上就是说你是一个单一的元素，或者是你建立到一个平台。但是 Crowd 呢，我觉得绝对是一个世界上很大很大的趋势。代表的意思是说，
因为 Crowd 是源源不断在滚动生长，而且源源不断给你新的成长的因素刺激的原因，所以说它能够跟与时俱进。反过来，你想永远都还是执着在一个单一的一个 value proposition， 而没有说去想后续的话，那今天看到的这一个单一的 value proposition， 明天很可能就被掩盖住了。所以这次我看到的这个 TechCrunch 的公司呢，有几家还 OK， 但是大部分的，说实话，你看了一下就觉得也没有关系呀。OK， 好，那我想他们这次的几个主题哦，就是也有这个 healthcare 啊，然后也有通讯相关啊 ，Internet 啊，然后也有这个 AI、Robotic， 哪一些领域会是创投比较看，尤其是在这个 COVID-19 之后？对。我记得我们上次有谈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叫做工业4.0，或者是 digital transformation 这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大的趋势肯定是存在的，尤其像 COVID 的影响，或者是这个全世界的交流上面的影响所以 digital transformation 工业4.0这个 underlying 的主轴绝对存在，但是 COVID 给大家带过来的就是一个 virtual 的一个 environment， 能够 conduct business， 或者是做任何的教育，或者做各种程度的 communication。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尤其像你跟我，看我们这么熟的朋友，但是 COVID 的开始，还有现在希望 COVID 已经到了中后期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们还是一个 distance 上面的一个交流。那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一个 distributed 的一个交流，像上次我参加了一个 event， 这个大家现在当然都有很多这个 virtual 的 happy hour， 但上次还有一个 event， 基本上它就是他跟一个酒商合作，还让酒商把酒寄到你家里头来，然后呢，大家在线上来互相 toast 来喝酒。是，我觉得这个 virtual distance 还有这个 distributed 的一个 environment 会是存在的，但是这个世界不能只有这样子，这个世界最后还是要有酒商把那个酒寄到你家里头来，所以这个实体上面在这整个 environment 都是怎么 play 的一个角色，我其实一直在思考。创投目前您刚刚有提到，也许包括你自己都还是比较观望嘛。对。那我们上一次是在4月初谈的，你觉得现在已经9月份了，一下子的时间过了5个月了，创投有一些改变吗？因为感觉上现在大家好像手上钱蛮多的。然后这个股票也一直涨嘛，所以我不知道现在创投的角度是怎么样。我个人觉得要 generally speaking 的话，就是现在去做 early stage 公司肯定是比较辛苦的。除非你做的东西是我刚刚讲 somehow attach 到，不只是做 machine， 也不只是做一个 platform， 而是直接 attach 到 crowd。那 crowd 的话，因为 crowd 大家这个 distributed 的一个 environment 的关系，它有可能会有一个 viral 成长的一个空间。但是假如还是做一个 component 或一个 machine 的一个概念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比较辛苦的。因此我觉得啦现在这一波呢，没错，创投手上有钱，所以 by default， 因为他领 management fee， 他有一个 investment cycle， 他一定会去投。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前半段去投的时候呢，结果我觉得未定性会比过去几年未定性要高，不能确定性要高很多。但是反而你在这个已经有10个、20个 to B 的客户之后，要再去成长的这一类的，或者是你真的想到了一个 crowd 的一个方式来成长的公司，我觉得是接下来这个我们可以预见，也许3年后 IPO 的当红炸子鸡吧。那您是这个跨境大家讲这个 cross border 因为你非常有经验，你这到处飞以前这个这个有8个月没飞了。可是在这个8个月之前你到处飞所以有非常多这个亚洲跟矽谷跨境的经验那尤其你去年也是在这个 TechCrunch 台湾活动的这个算是一个评审或一个主讲者你看这次台湾的厂商出来，你对于这些台湾厂商，你看到他们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说实话，差别不是太大那么公司的家数还是比较多一点点，所以他公司里头应该是要有一些不只是做 BD， 不只是做 technology 的人，还要有一些是 market intelligence 的人。
那这些人一定是要够重量到 CEO 能够信任，因为 CEO 要忙很多事情。可是这个 function 要去了解市场上在发生什么，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你打的是蓝海还是红海，其实我觉得非常多是欠缺的。过去我们从台湾派了很多的这个 startup 过来，都希望在这里 raise 钱。我觉得先天上的难处就是，第一，我们刚才讲了文化 behavior， 对不对 ？communication skill 的差别。那再接下来就是说，他们派来到美国，常常都觉得来美国待个3个月或者是6个月可以融到美国的钱。可是呢，台湾最近融资比较成功的公司，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去年底融到钱的 Appear， 对不对？然后呢，还有最近有一个公司叫 VPON， 在 news 上也宣布到他们去融到钱，但是他们的投资者都是 regional 的投资者，一个是 Japan、Korea、Greater China Empire 或者是 Southeast Asia 的这个投资者，但是没有人是从矽谷正经800的融到钱，所以我觉得要修正一个观念。今天政府也出钱，你们也大老远的，不管是抛妻弃子还是抛夫弃子的，美国不管是待1个礼拜，或者是待3个月，或待1年，要想清楚，我来的目的，个人 Peter 认为，第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了解这边的 communication 的方式，做生意的方式，使得你文化那边要跟这边沟通。第二个重点，我认为重要的是来呢是想要搭建 business 上面的 partnership。第三个重点是去想一想，除了这个 business partnership 以外，有没有哪一些人是你希望 recruit 的人，不管是originated from 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或者是 localized 在这里生的人。第三个是要去想一些未来要布局的这个 recruiting 的一些 potential。第四个 priority， 我觉得才是认为说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在这里融资。那还有呢，一个可能性就是说，我这个公司最后我是希望做到一个怎么样的这个出场的机制，对创投来讲，就是我将来是要独立想要在台湾上市，还是希望到香港或者是美国上市，或者在东南亚上市。另外的话，就是我觉得要去想，千万不要觉得一定是要去做上市，因为这个公司的成长有太大的可能性是并购的途径。可是我的感觉，台湾不管是这个上面一层的官员，或者是下面一层的 entrepreneur， 常常认为这个并购不是一个好事情，觉得好像有一点丢。其实我一点都不觉得这是丢脸的事情我觉得能够被并购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因为至少你帮投资者赚了钱，你也有了一些 exposure， 那你下一家公司的攀上 international platform 的可能性就高得更多了。所以刚刚就是你给台湾的一些初创公司的意见嘛，一些建议，就是说他们来这边，对的，就是他们心态上要调整。是。那刚刚是给台湾公司的意见啊，那在给矽谷这边的 startup， 你又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呢？我们也许应该 paint 一个比较 pretty 的 picture 就是说，你只要熬过这一段寒冬的话，04年你就有机会变成 Google。可是呢，或者是你要等到04年才去开你的 Facebook， 对不对？就是用一个 cycle 来讲。但是今天假如已经这个公司开了1-2年，还是没有融到 Series A， 我觉得你就可以考虑去 join 一家大公司了。哇，你讲得好斩钉截铁。但是假设你有幸融到了 Series A。那在这个情况下，有投资者对你有兴趣，我觉得不要在乎 valuation， 赶快多拿一点钱进口袋比较好。能够拿到一些钱进口袋的话，在这样的，那你就有机会等到2022年，我们翻过那个 analogy 是2000年，现在的 analogy 是2020咯，所以每个东西都加20。所以你到2022年左右，你就有机会去融 Series B。假设你这个时候把你的 business model tweak 得很好，或产品做的有很多的精髓出现，那个时候去融 Series B， 然后等到了这个2004年或者是2024年的时候，你就是一条好汉，一尾活龙。这个是很好的意见呢。要 properly 去 pace 自己，但是现在融得到 Series A 的情况下，要尽量去融，越多钱越好，千万不要担心dilution。 嗯，谢谢。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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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几年会有一个流行的一个 term 叫 blitzscaling， 对不对啊？就是这个要求你融到很多的钱，用钱的融资来做一个 entry barrier。可是现在情况不是这么多了。当然有一件大原因就是源头那边 SoftBank 自己前一阵子也有一些困难的地方嘛。是。整个 blitzscaling 的 model 我觉得会稍微放缓一会儿，但是不表示它不会继续发生，因为是有太多人融到太多钱，那个钱总得花到一些地方上去。可是我觉得呢，很多 VC 他融了这么多的钱，或者 private equity firm 融了这么多钱，他会尽量希望这个钱能去砸到 Series B、C 或者更后面的案子，而不会去培养 A 的案子。就现在拿到 A， 尽量多拿钱。好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Peter 啊，然后也分享给我们很多这个非常中肯的意见啊，尤其是给台湾跟给矽谷的 startup。我们可以欢迎 Peter 下次有机会再来跟我们观众朋友一起聊一聊。看一看我下次是不是更笨，再看看下次自省出什么新道理。OK， 好的 OK， 谢谢哈。好，谢谢喽。OK， 来，好，拜拜。